林颖抹去额头上的汗珠，手指微微颤抖地拖着最后一个箱子，踏入了他在城市郊外租来的老洋房。这座建于20世纪初的洋房拥有一种独特的古老魅力，每一块砖石似乎都在轻声诉说着过往的故事。房屋的旧式结构和略带褪色的墙面给了他一种时光倒流的错觉。他的好友陈慧曾半开玩笑地说，这样的房子里肯定藏着不少秘密。林颖当时只是笑笑，没有放在心上。然而当他在整理地下室旧物时，意外发现了一个铁质信箱。那类似于陈慧所说的秘密，似乎突然变成了一种可能。信箱被尘埃覆盖，显然已经多年无人触碰。他轻轻拭去表面的灰尘，可以隐约看到一些褪色的花纹和装饰。信箱的锁看起来也十分古老。林颖的好奇心被彻底激起，他决定打开它，看看里面究竟藏有什么。使用一些简单的工具和一番努力后，锁终于弄擦一声开了。打开信箱的瞬间，一股霉味和陈旧的空气扑面而来，仿佛连同空气一起被封存的，还有那个年代的氛围。信箱里面堆满了信件和一些日记本，这些纸张已经泛黄，有的边角甚至已经破损。林颖随手抽出一封信，粗糙的纸张上用翠绿色的墨水写着漂亮的书法。信的日期是1935年，寄信人是某位名叫周远的人。内容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梦想和对当时社会环境的描写，读来让人感到一股强烈的时代感。随着夜幕的降临，林颖点起一盏桌灯，继续翻阅着其他的信件和日记。他渐渐被这位周远的故事吸引，他的文字里透露出的智慧与热情，让他感到一种奇特的亲近感。他决定要更深入地了解这位来自过去的文学青年，以及他留在信箱中的未竟梦想。那一夜，林颖没有太多睡意，他的心被历史的尘埃覆盖的秘密深深吸引，仿佛自己也成了这条跨越时光的桥梁的一部分。在老洋房的微弱灯光下，周远的故事逐渐在他心中展开，仿佛这段跨时代的连接就此被定格。林颖花了整个周末的时间，沉浸在周远的信件和日记中，每一页的文字都像是一扇窗，透过它，他能看到1930年代上海的街景，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氛围和周远的情感世界。这些文本不仅记录了他的日常生活，更反映了他作为一名文学青年的梦想与抗争。周远的文字里充满了对艺术的渴望和对自由的追求。在一篇1935年的日记中，他写道，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文学是我唯一的慰藉，它让我能够在纷乱的世界中找到我的位置，并用我的笔为那些无声的人发声。林颖被他的热情和纯粹打动，感觉自己与这个过去的青年有着不可思议的联系。随着进一步的阅读，林颖了解到周远在家庭和社会压力下仍坚持自己的文学梦想。他的家庭希望他能放弃写作，接管家族的生意，但周远的心中有着不同的计划。他的一篇日记中写道，父亲不理解，他只看到藤秀的现实，而不是文字的力量。我希望有一天能证明给他看，我的笔可以改变世界。透过这些深刻的文字交流，林颖开始在晚上的梦中见到周远，他们在梦里讨论诗歌，漫步在老上海的石库门旁。这些梦境让他的日常充满了期待和奇妙，仿佛周远的灵魂真的在与他沟通。有一晚，林颖在一封尤其动人的信中读到周远对他未来的异想天开。如果时空之间真有桥梁，我希望这座桥可以连接到一个理解我心的人。读到这里，林颖的心跳不禁加速，他感到周远的孤独和期待似乎直接触及了他的灵魂。逐渐的，林颖决定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阅读者，他开始在周远的日记旁边写下自己的感想，回应他的思考和梦想。虽然知道他可能永远也看不到这些回应，但这样的交流给了他一种深刻的连结感。通过这些一问一答的独白形式，林颖和周远的故事在文字中交织，他找到了一种超越时空的友谊和理解。而这一切都是从那个老旧的信箱开始的。随着林颖对周远的了解日益加深，他和陈慧开始对那个神秘的老信箱抱有更多的好奇。
他们决定一起研究这个看似普通却又不凡的信箱，希望能解开它更多的秘密。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两人清空了信箱内所有的信件和日记，仔细检查其结构。陈辉注意到信箱底部似乎有一块异常的木板，经过一番努力，他们发现木板下隐藏着一个奇怪的金属装置，看起来像是一种古老的机械钟。透过网络和书籍的研究，他们得知这可能是一种时间信使装置，一种据说能够让信件穿越时空的机构。起初，林颖和陈慧对这一发现半信半疑，但他们决定进行一次实验，看看是否真的可以与过去的人交流。林颖写下了一封信，信中详细描述了他对周远的感受和他所在的时代。他将信放入信箱中，按照古书中描述的方法调整了金属装置，然后紧紧地关上了信箱的盖子。第二天早上，当他们再次打开信箱时，原本放置的信件不翼而飞，取而代之的是一封看似刚写不久的回信。信中，周远惊讶地描述了他收到一封来自未来的信，他的回答充满了好奇和兴奋，似乎无法相信真的有人能够跨越时空与他对话。林颖和陈慧被这一结果震惊，但也充满了兴奋。这不仅确认了信箱具有连接时空的奇特能力，也开启了他们与过去人物交流的全新可能。随着时间的推进，林颖与周远的通信变得越来越频繁。每次通信，他都会仔细撰写每一封信，将自己的日常生活、梦想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娓娓道来。周远在回信中分享了他的文学创作、对政治的见解，以及对未来的种种想象。这段特殊的交流让林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连结感。他在周远的文字中找到了理解和慰藉，而周远也从林颖的文字中获得了对未来的好奇和希望。两人的友情和理解在字里行间悄然生长，他们的故事在信箱的神秘力量下跨越了时空的界限。随着林颖和周远之间的时光通信变得越来越密切，他们的信件中不再仅仅是交流日常或文学创作的思想，更多的是彼此的心声和对生活的深刻感悟。每一次从信箱中取出周远的回信，林颖都会感到一种穿越时空的亲密感，仿佛周远就在他的生活中，只是隔了一层薄薄的时光。林颖开始在他的回信中分享更多关于自己的生活，他在大城市中的工作经历，面对职场竞争的压力，以及在繁忙生活中寻找个人时间的方式。他描述了现代城市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街道，还有夜晚城市的霓虹灯光。对于周远来说，这是一幅他从未亲眼见过的世界图景。同时，周远在他的回信中将自己的世界生动地描绘出来。他谈到了1930年代上海的文化生活、各种社交活动，以及他如何在咖啡馆里与其他文学爱好者讨论诗歌和政治。他描述的上海是一个充满文艺复兴气息的城市，让林颖通过文字也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氛围。这样的交流让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他们在信中探讨人生哲理，分享对未来的梦想和现实的困惑。林颖在一封信中写道：你的字迹是我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透过你的眼睛，我看到了另一个时代的世界。周远则回应，在这段特殊的友谊里，我找到了一种超越时空的共鸣，你的思想和梦想成为我创作的灵感源泉。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文字交流不仅增加了对彼此生活的理解，也深化了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感悟。林颖逐渐了解到，周远对他而言不再只是一个过去时代的文学青年，而是成了他生活中的重要人物，一个虽未曾面对面却深刻影响了他的思想和情感的朋友。他们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光旅行，它反映了文化与个人情感如何跨越历史的长河，展现了人类共有的情感纽带和智慧的火花。在这个过程中，林颖和周远通过不断的交流和分享，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精神连接，真正实现了跨时代的对话。林颖和周远之间的通信不仅让他们的情感连结日益加深，也让林颖对改变历史的可能性越来越感兴趣。他开始思考，如果他能通过信箱传送某些帮助性的物品或资讯，是否可能对周远的生活甚至整个历史产生影响。
一天晚上，林颖与陈会长谈至深夜，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向过去的周远寄送一本现代的科学教材。林颖想到，如果周远能提前了解到一些关于物理和化学的先进知识，也许能在他的时代做出一些科学上的贡献，改善他的生活条件，甚至影响到他的社会地位。陈辉对这个计划持保留态度，他担心未知的后果，但也被林颖的热情所感染。经过一番讨论，他同意协助林颖进行这次时光寄送。林颖小心翼翼地选择了一本涵盖广泛基础科学知识的书籍，他在书的前页写下了一封信，解释了他的意图和希望周远如何使用这本书的理由。他们按照先前成功通信的方法，将书和信一起放入信箱中，调整好金属装置，深吸一口气，关上了信箱的盖子。数天后，当林颖再次打开信箱时，书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封新的信件。周远的笔记中透露出他对这份意外礼物的震惊和感激。他写道：你的礼物已经到达，这些知识对我来说如同从天而降的宝藏，我会尽我所能的学习并试图分享这些知识，希望能够为我们的世界带来一些正面的改变。激动之余，林颖更加坚信他和周远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做出一些超越时空的贡献。他们继续计划下一步的时光寄送，希望能够更多的影响周远的生活与他所在时代。这一行动不仅深化了林毅与周远的关系，也让他对自己在现代世界中的角色有了新的思考。他开始更认真地考虑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知识如何能对社会产生影响，并思索更多关于科技和时间的伦理问题。林颖的生活被这段跨时代的交流所改变，他更加热衷于探索未知的领域，寻找自己的使命和价值。随着科学教材的成功送达和周远的积极回应，林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激动和可能性。他的行动似乎真的能够对过去产生影响，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甚至是整个历史的流向。这种能力让他既感到兴奋，也感到一丝恐惧。他真的准备好承担这样的责任了吗？在接下来的几周，林颖和周远的通信中充满了对知识的探讨和对未来的想象。周远利用新获得的科学知识，开始在他的社会圈子中引起了一些小规模的变革。他写信告诉林颖，他已经开始组织一个学习小组，教授他的朋友们基础的物理和化学知识。这在他们的时代是非常先进的思想。这些变化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周远的信中透露，虽然有些人对这些新知识抱有极大的热情，但也有不少人持怀疑甚至敌对的态度。他写道，在这个保守的社会中，新思想总是难以被接受，但我相信只要这些知识能够帮助我们改善生活，终将有一天他们会被更多人理解和接受。林颖由衷地钦佩周远的勇气和决心，他在回信中不断鼓励他，并试图提供更多的资讯和策略来帮助他应对社会的反对。同时，他也开始思考更安全有效的方式来支援周远，以避免可能的负面后果。然而，正当两人计划下一步行动时，一封急迫的信件从周远那里来到。信中，周远描述了一次由于他的先进思想而引起的社会冲突，这次冲突使他陷入了危险的境地。他写道，我不知道这将如何结束，但我必须小心行事。你的帮助让我看到了新世界的可能，但现在我需要找到一个方法来保护自己不被这个时代的限制所吞噬。林颖阅读完信后，心情沉重。他意识到，改变历史是一把双刃剑，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他决定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并开始寻找能够确保周远安全的方法。在这段焦虑和不确定的时期，林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跨时代影响的重大责任。他和陈慧一起开始研究和讨论各种可能的策略，包括如何使用信箱的能力来安全地支持周远，而不是无意中将他推向更大的风险。这一过程不仅是对周远的一次救援尝试，也是林颖自己对于跨时代交流影响力和责任的深刻反思。面对周远的危机，林颖与陈慧深感压力，他们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来确保周远的安全，
同时保持他们的时空交流的秘密性和效益。经过多日的讨论和研究，林颖决定再次利用信箱的特殊能力。这次不是送去物品，而是寻找能够让周远至少短暂来到未来的方法。在一系列的试验后，林颖和陈慧开发出一个复杂的计划，利用信箱的基线和一些现代科技，尝试开启一个小型的时空通道。他们清楚这个计划的风险极高，但为了周远的安全，他们愿意尝试。林颖在寄给周远的下一封信中，仔细地解释了计划的步骤和需要的准备工作。他写道：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机会，让你至少暂时脱离你所在时代的迫害。请跟随我的指示，我们可能会创造历史。周远对这个计划感到既惊讶又兴奋。他按照林颖的指示准备了一切，并在一个隐蔽的夜晚尝试穿越时空的大胆一步。在林颖和陈慧焦急的等待下，时空通道竟然真的开启了。周远的身影逐渐在他们的现代实验室中显现。当周远走出时空通道，步入21世纪的世界，三人的情绪都极为激动。林颖和陈慧迎上前去，紧紧拥抱周远。这是一个横跨近100年的重逢，是对所有不可思议的梦想的确认。周远在未来的几天里被现代的一切深深震撼。林颖带他体验了现代的科技、文化和生活方式，这些经历让他眼界大开，也给了他许多新的灵感和思考。他们一起参观博物馆、看电影，甚至尝试了现代的素食，每一个瞬间都充满了探索和惊喜。然而他们都清楚，这样的时光是短暂的，时空通道的稳定性有限，周远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返回他的时代，以免造成更大的时空混乱。在他即将离开的前一天，林颖和周远长谈了一整夜，讨论他将带回去的知识和未来的计划。周远的临时穿越不仅是一次奇妙的冒险，更是一次深刻的文化和情感交流。他的短暂停留让三人的关系更加牢固，也让周远对未来怀有新的希望和梦想。而林颖与陈慧则更加坚信时空之间的爱和友谊的力量。周远的访问给林颖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喜悦和活力，他们一起度过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探索和发现的乐趣。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周远必须返回1930年代的上海。这个不变的事实像一把利刃一样悬挂在他们的头上。在周远返回的前夕，林颖计划了一个特别的日子来缅怀这段短暂的相聚。他带他去了城市的一个美丽的海边公园，那里有着开阔的海景和柔和的晚风，是思考和告别的理想场所。他们在海边散步，谈论了许多事情，未来的梦想，对知识的追求，以及他们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周远对林颖说，这些日子对我来说如同一场美梦，你让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无论未来如何，这段经历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随后他们在一家小餐馆里吃晚餐，周远尝试了一些现代美食，而林颖则尽量让气氛保持轻松，虽然他的心中充满了不舍。餐后他们一同观看了日落，见证了天边颜色的变化，从鲜亮的橙黄到深沉的木蓝，就像他们的情感一样，美丽而哀愁。晚上，林颖送周远回到他的实验室，那里的时空通道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启动。周远站在通道前，回头望了望林颖，眼中充满了感激和不舍。林颖，谢谢你，无论未来有多遥远，我希望你知道，你在我心中永远有一席之地。林颖深吸一口气，努力微笑。周远，勇敢去追寻你的梦想，不要忘记，这里永远是你的避风港。他抑制住自己的情绪，用最坚强的声音送他最后一程。周远步入时空通道，光芒闪耀中慢慢淡出，直到完全不见。林颖站在原地，直到光芒完全消散，才让自己的泪水流下来。那晚，实验室内空荡荡的，只剩下林颖孤独的身影和窗外淡淡的月光。这段短暂的幸福如同一场梦，美好而短暂，留给了林颖无尽的回忆和深深的思念。他知道生活还得继续，
而周远的影子将永远烙印在他的心底，成为他前进的动力。在周远穿越回1930年代的上海后，林颖的生活逐渐回到了平静，但内心深处却无法忘却那段短暂而激动人心的经历。林颖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常常独自走到实验室前，凝视那已关闭的时空通道，思绪万千。不久，林颖收到了周远安全抵达过去的消息，这让他松了一口气。在他的信中，周远详细描述了他回到1930年代后的情况。他感谢林颖和陈慧给予的帮助，让他能够再次见到他的家人和朋友，同时利用带回的知识和经验，秘密地改善了他的生活状况。尽管他仍需小心应对那个时代的各种限制和危险，周远在信中写道：虽然我知道我们可能再也无法相见，但我希望你知道，这段经历改变了我的一生。你教会了我勇敢和希望的真谛，这些将伴我终生。请继续你的科学探索，也许某一天，我们的故事会激励未来的某个人读完信。林颖深受感动，他决定把他和周远的故事写成书。在接下来的月份里，他开始整理信件，记录下他们的交流和通过时空通道的冒险。写作成为了他处理思念的方式，也是他保持与周远联系的一种形式。在写作的过程中，林颖重新体验了与周远的每一个瞬间，从他们的初次通信到他在未来的每一次笑容。他精心描述了通过时空信箱建立的奇妙连接，以及他在两个时代间桥梁的作用。书稿完成之日，林颖将其命名为《时光之剑》。他希望通过这本书，读者能感受到跨时代的爱与希望。在书的前言中，他写下了对周远的致谢，感谢你教会我时间的价值和爱的力量，这些将是我永远的珍宝。时光之剑的发布引起了一定的关注，许多人被这个跨时代的爱情故事所感动。林颖在书签会上讲述他和周远的故事，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对那段日子的怀念和对周远的深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林颖学会了与记忆中的周远共处，他的影子在他的生活中越来越淡，但在他的心中，周远永远是那个带给他无限勇气和灵感的人。他继续他的科学研究，带着周远的记忆和他们共同的梦想前行。林颖的书《时光之剑》出版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成为了话题中的热门书籍。透过这本书，他不仅分享了自己与周远的非凡经历，也表达了对跨时代交流可能性的探索与思考。随着时间的推移，林颖成为了时空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声音，他的故事激励了许多人追求自己的科学梦想。在书的成功推动下，林颖获得了更多的资源来进一步研究时空通信技术。他与陈慧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创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所——时光通信研究中心，致力于探索和发展时空通信的科学基础和应用。林颖在研究所中工作的同时，继续与过去的周远通信。虽然他们知道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面对面相见，但他们的文字仍旧桥接住两个时代。林颖把这些新的通信内容整理成文章，定期发布在研究所的网站上，分享给那些对时空旅行和历史交流感兴趣的读者。周远在他的时代利用林颖提供的知识和资源，悄悄地影响着他周围的社会和文化。他的努力逐渐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这些作品在当时社会中慢慢开始被人接受和赞赏，周远的名字也开始在文学界得到了一定的认可。随着林颖的研究进展和周远的努力，他们共同的梦想将时空通信技术用于文化和知识的交流开始逐渐成为现实。林颖也开始着手撰写他的第二本书，这次他计划更深入地探讨时空通信的科学原理和未来的可能性。林颖的生活逐渐平静下来，但他的心中始终保留着对周远的深情。每当夜深人静时，他会翻开那本珍藏的日记，回顾周远的自己和过去的回忆。这些回忆成了他不懈追求科学探索和个人成长的动力。林颖对未来充满希望，他相信，即使在不同的时代，人们的梦想和追求仍然能够连接在一起，创造出超越时空的美好。他的故事成为了一个象征，提醒人们勇于追梦，不畏未来。
而在他自己的道路上，林颖继续前行，带着周远的影子和他们共同的理想，步入一个新的旅程。